谁来与黄昏后？儿臣已经在王府待得太久了，实在是待够了。令母妃说，儿臣要是再不出来面对，怕是要拆了那王府，让儿臣无处可藏。您是知道的，皇阿玛，令母妃她说到做到。璎珞实在是太乱来了。啊，令母妃说，叶太医在江南，儿臣想去找他，也许儿臣的腿还有得救啊。好，好，你也一道去。皇阿玛非常高兴，你这么快就可以振作起来。皇阿玛，请您准许皇额娘一道去吧，好不好？皇额娘，皇额娘，给12阿哥，皇额娘请安。永基，皇额娘，皇阿玛答应了，您可以一道南巡了。啊！皇阿玛答应了，她答应了。永基，你怎么这么狼狈啊？珍儿，快去倒水。是。主子娘娘，12阿哥多孝顺，能劝得皇上改口。不是我，儿臣在门口跪了3个时辰，皇阿玛都没答应，可五哥一去，皇阿玛就改口了。皇额娘，五哥真好，这次多亏了五哥，咱们可得好好谢谢他。谢他什么？没出息的东西，竟还为此沾沾自喜。出去！皇额娘，永基做错什么了吗？滚出去12阿哥，您先出去吧。皇额娘，所有人都说您病了，原来儿臣还不信，现在看来，您是真的病了。12阿哥，陆芷12阿哥，娘娘，跪了3个时辰都比不上别人一句话，他竟然还在那沾沾自喜，太可笑了，太可笑了！我们母子在皇上心里边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15阿哥，跑慢点儿。15阿哥，15阿哥恕罪，15阿哥恕罪啊！怎么回事？15阿哥恕罪啊！奴才罪该万死啊！好了好了，让开。是15阿哥，该去上课了。纳兰姐姐，都是我的过错，这次我真心向你赔罪。咱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是敬重你的。既然你喜欢永琰，那咱们以后便一块照料他，再也不起嫌隙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姐姐送来的笔和砚台当真好用，永琰高兴得不得了。她说，书房的刘师傅是个墨痴，最喜欢收集好笔和好砚台，今天特意拿去向师傅显摆了呢。现在我瞧见永琰啊，比瞧见皇上都还高兴呢，还能害了他不成？以后啊，你少拿那种小人心思揣测我，再有下次，看我饶不饶你。是，都是我的错。
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亲手为你削个苹果，你吃了就当原谅我了。静妃娘娘，15阿哥突然中疾，已被送回延禧宫了。走。别着急啊，一会儿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令贵妃，永言怎么样？这早上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病了？现在要不要紧？令贵妃，太医到底怎么说？太医说，永远中了毒。这中毒？给清妃娘娘看看。太医已经查验过，这是狼毫浸过毒汁。阿哥有个习惯，每次下笔前喜欢把笔尖放在口中润一润。还好阿哥命大，这次写到一半，刘师傅见笔欣喜，硬是讨去赏玩。你干了什么？我干什么了？竟敢下如此毒手！你明知永远是我唯一的指望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没有做过。我真的没有做过呀！狼毫和砚台都是你送的，不是你又会是谁？是，狼毫和砚台都是我送的，可那都是我高价购得呀！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真的从未动过手脚，真的。我知道了，是你照顾不周，你还想在这儿推卸责任是吧？好啊，陆娃娃。你是怎么当人家额娘的？这要是换成我照顾永言，就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是照顾不周，可你这个下毒的人，也别想跑。走，跟我去御前对质。走，我不去。走啊，我不去。走，我没做，我不去。好了，放手。永远还在休息。你们两个想把孩子吵醒吗？哼。庆妃，你刚才失态了。我入宫多少年了，好容易才有了个儿子，谁要敢动永琰一下，我敢要他的命！你也不用你那脑子好好想想，笔墨是我送的，若是真出了事，我能脱得了吗？这分明就是有人嫁祸。对呀，这就是嫁祸呀！笔墨只经你我之手，谁会嫁祸？如今5阿哥出了事，4阿哥进了宗人府，要是永言也没了，闭上你的嘴！永言好好的，我就是打个比方嘛。要是15阿哥也没了一征之力，谁会渔翁得利？是12阿哥。12阿哥，好啊，害了一个又一个，如今却把我也牵连上。不行，这回我必须要去皇上那告他一回不可。告状？证据呢？笔墨是你所赠，与皇后何干？无凭无证，如何跟皇后对质？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受诬陷吧？璎珞，淑妃说的对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罢休。你们都安静点儿。这件事纰漏太多了，不像是皇后的手笔。紫禁城里最有理由对永琰下手的，便是皇后，不是她又会是谁？你们想一想，最初5阿哥出事，4阿哥暴露，如今永琰中了毒，这一连串的事情太顺理成章。皇后做事向来谨慎小心，她何至于如此着急，惹人怀疑？魏璎珞，从前谁要惹了你，你还不把天捅个窟窿？如今当了贵妃，反倒是前怕狼后怕虎了。
哼，我看你呀，是越来越不中用了。你不去是吧？你不去，我去。就算是皇上知道不管，我也让太后知道个清楚。淑妃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哼，淑妃，淑妃，你说，皇后一击未中，会不会再次动手？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太后，若无他事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太后突然召见，不知有何事？当初荣英走了，皇帝很是伤心，迟迟不愿立后。是我提醒的他，说你端庄贤良，有母仪之风，你还记得吗？太后的提携之恩，臣妾不敢忘怀。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！臣妾不知所犯何错，惹太后动怒，请太后明示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好好的管理后宫，以往的事情我就一概不再提了。可没想到，你皇后当腻歪了。整天捧着个12阿哥，你这是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吗？太后，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臣妾想都不敢想。不知是何人在背后挑唆，这是谗言，是构陷。臣妾一心一意，照拂后宫，侍奉太后，绝无二心。哼，人苦不知足。既平陇，复望蜀。你在这儿跪着，跪一炷香，好好清醒清醒。太后，就算臣妾做了什么错事，也得容臣妾分辨呢。我现在只想让你记住一件事：皇后有照拂皇嗣之责。以后紫禁城里，不论是阿哥还是格格出了什么事，不论是谁所为，我都治你一个失职之罪。娘娘小心，娘娘。十阿哥中毒这件事，太后和皇上误会重重，皇后娘娘百口莫辩，委屈极了。你想想，就算是皇后主子真要动手，怎么会选在五阿哥受伤这个风口浪尖儿上？这自然是贼喊抓贼了。令贵妃。人都说虎毒不食子，可他比虎毒辣多了。竟然用15阿哥设下圈套。令贵妃这是步步紧逼，皇后娘娘退无可退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我一定会再劝劝皇兄。劝劝，王爷一劝再劝，有用吗？
皇上迁怒于皇后娘娘，必然不会册立12阿哥。一旦15阿哥登基上位，他肯放过皇后母子俩吗？你的意思是？王爷可还记得当年的皇父摄政王？混账！你让我学多尔衮，摄政揽权，这是谋逆！王爷晋升了。晋升？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奴才，就该立刻拉出去，千刀万剐！王爷，您就在门口大喊一声，说我袁春望密谋造反。你疯了！刚才的话要是传扬出去呢，奴才死不足惜。可是王爷，奴才只是奴才，就算主子得势了，我也是个废人罢了，断不可能坐立朝堂，翻云覆雨。王爷，奴才甘冒奇险而相劝于您，为的不是奴才自己，为的是皇后主子娘娘，为的是王爷您呢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奴才言尽于此，请王爷珍重。王爷，你是想当爱新觉罗家的巴图罗，还是要做一条任人践踏的狗？随您心意而决。傅恒大人，和亲王，皇上有明旨，严禁内廷太监与王公大臣往来，不需要我提醒你吧？傅恒大人，恐怕你是误会了吧？我送给12阿哥一只会说话的鹦鹉，袁总管奉他的命令，特意来致谢的。是不是误会？王爷心里明白，只要再让我撞见一次，只能秉公处置。还请王爷见谅。立身不正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你说什么？您和令贵妃那点猫腻，当别人不知道？洪昭，你不要信口雌黄。哟，怎么恼羞成怒了？你提防我这么久，不就是怕我对他不利吗？可惜了，人家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人家一心只顾着攀龙附凤，步步高升呢。王爷这么说，倒像是心虚啊。我心虚什么？原先我还没有怀疑，可刚刚想想，承乾宫好像是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。倒不像是送给12阿哥。和亲王行事欲盖弥彰，不是做贼心虚，又是什么？放肆！洪昭，在大内动手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我倒要看看是谁不要命了。
皇上，奴才参见皇上。伤势如何？洪州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是越来越放肆了。皇上，臣弟。皇上，和亲王与奴才只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切磋2招罢了。切磋？是臣弟过于鲁莽，险些伤了傅恒大人。哼！切磋不去演武场，跑到这军机重地来了。傅恒，你身为军机之首，公然与人大打出手，朕要你罚享半年，认罚吗？奴才认罚。你随朕来。奴才恭送皇上。朕没有当众罚你，是顾及爱新觉罗家的脸面，自己去宗人府理罚。皇兄，傅恒只是一个外人，可我呢？我们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我是你的亲手足啊！殴打讷亲，侮辱宗室，还敢跟军机重臣动手？如果不是朕的亲兄弟，朕怎么一次一次容你？皇兄，洪州，你从小在太后膝下长大，朕当你是一母同胞，委以重任。可是你呢？啊，从前在和亲王府大办活丧，那都是小打小闹。这2年，你竟敢邀请文武百官观礼，自己坐在官上哈哈大笑，如此狂放不羁，任意妄为。你是要告诉所有人，你心中藏着痛苦，藏着愤懑，藏着不平。你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你受了不公正对待，是不是？皇兄，办活丧只是为了取乐。你不是为了宣泄，那就是故作荒唐，掩饰你借由办丧、暗中结党的罪行。皇兄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绝无半点越轨之举啊！御史差你的折子都堆成山了。要不是朕处处维护你，洪州，你记住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若你再敢触碰朕的底线，别怪朕不够手足之情。从今往后，臣弟一定谨言慎行，请皇兄恕罪。太后，您还记得吗？有一次，我钻进了一个柜子里，大家都以为我出事了，都急坏了。那时你才6岁，哎呀，整天的上蹿下跳，把你额娘急得差点没晕过去。你说说，就那么一个柜子，你也能全得进去？还不是为了逃先生的课吗？记得那次皇兄为了掩护我，还跟我一起受了罚。哎呀，你皇兄没少替你挨打受罚，可你就是屡教不改。在说什么呀？如此开怀。臣弟给皇上请安。哎呀，真是亲兄弟变得如此激进，我看着都不习惯了。今日怎么有空来寿宽宫陪太后聊天啊？啊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皇帝，这次洪州是真心认错了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这次吧。真心认错啊！皇兄，千错万错，都是臣弟荒唐。从今往后，如果臣弟再犯浑，就请皇兄亲自执行，哪怕把臣弟打死，臣弟也不叫一个冤子。皇帝，你们都是
至亲的手足，感情深厚。先帝爷走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好好照顾洪州，你都忘了？过去发生的事儿，朕都既往不咎。咱哥俩还跟从前一样，那么亲近，好好的啊。皇兄，行了，过去这篇翻过去了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了啊。皇兄，这次南巡，随行数千。千头万绪，下人们办事马虎，哪懂得太后的心意？不如全权交给臣弟来办，保证让太后一路畅行，风雨无阻。你有这心思，朕自然高兴。那你就协助内务府一并筹备吧。那臣弟现在就去。太后，皇上，洪州告退。哎，洪州，洪州，看看，这个年纪了，还是说风就是雨的。皇娘，朕之前跟您商议的事儿，意下如何？皇贵妃其实就等于父后。现在皇后还在，仓促的立皇贵妃，怕是不妥吧？朕想用令贵妃管理后宫。管理公务也不一定非要立皇贵妃呀。当年皇后是贤妃的时候，也管过公务。皇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永琪、永琰相继出事儿，朕以为皇后管理不善，难辞其咎。朕觉着，还是换个人管理后宫，更为妥当。皇帝是怀疑永琪的事儿？无凭无据，朕谁都不愿怀疑。皇后确实病着，朕总不能指望一个病人来操持后宫，还是让她安心养病吧。和亲王，哎，洪昼糊涂啊，竟把太后赏的鼻烟壶给忘了。哎，怎么我刚一走，就一脸凝重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去吧，去吧，啊！你管好南巡的事情，朕就千恩万谢了。洪昼这次真的走了。册立皇贵妃，就等于架空了皇后。文武百官会怎么想？世人又会怎么非议？皇帝，这要慎重，再慎重啊！皇娘考虑得更周到，那就依您的意思，等南巡回来，再议此事。给皇后主子请安。主子，和亲王那边传来消息了。和亲王说，皇上有意令令贵妃为皇贵妃。你说什么？皇上要册立卫氏为皇贵妃。不，不可能！
可能！我这个大清皇后好端端的在这儿，大清朝为什么要立皇贵妃啊？主子，我大清立国以来，除了小献皇后董鄂氏之外，要么是贵妃大病难愈，赐以皇贵妃称号以示抚慰；要么是紫禁城根本没有皇后，册立皇贵妃代管后宫。断没有现在皇后还明明在位，还要另外册立副后的道理。皇上还说什么？皇上还说您病了，病得非常重，一定要好好养病。皇上这是想彻底架空您的权力。消息要是往外传出去，文武百官会怎么想？大清臣民会怎么想？他们一定会认为皇后犯了无可饶恕的罪过，这才剥夺了本属于皇后的荣光。什么时候？啊？什么时候正式册立？南巡回来之后。远春王，带我跟和亲王说。你说，主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令贵妃马上就要接管您的一切权利了，主子，你真的不能再犹豫了。你告诉洪州，无论如何，本宫今日一定要见他一面。这。为什么，弘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臣弟见过皇后娘娘。我这个皇后已经名不副实了。皇后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你希望我怎么帮你？这10年来，我认真管理后宫，从无大错。皇上百般疏远怪责，另行册立皇贵妃，实在毫无道理。你如今是人人敬服的和亲王，如果皇上要立皇贵妃，宗室王公、文武大臣合力反对，皇上也不能一意孤行。到了现在，你还对他抱有希望？弘历手段强硬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取而代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取而代之。你疯了！今天就当我没来过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是怎么待他的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抗他？我们为什么不能争取我们应得的一切？你想干什么？杀了他！你简直失去了理智。他是皇上，这是谋逆。就算我疯了，我也是被他逼疯的。南巡归来之时，你就会成为一具傀儡，早晚为人鱼肉。至于永基，永基他始终是阿哥，就算不能继承皇位，我的今天就是永基的明天啊！
又急得比我更惨，你知道吗？书生，南巡之时，就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。为了你，为了12阿哥，你好好的想想我说的话。皇后娘娘，娘娘，您这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，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还说没什么？奴才伺候娘娘您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娘娘您这么心烦意乱。就在刚才，本宫突然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娘娘是说，两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非常时刻就要用非常手段。真儿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就不要干这样的活了，这些活让下人来干就好了嘛。我愿意呀。咱们皇后娘娘真的是这么说的？皇后娘娘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，要与和亲王合作？咱们这位主子娘娘呀，她需要你帮忙推她一把。我？真儿，你帮我从皇后的珍宝匣里拿出一件物事来。傅恒大人，今日有要紧事。平日遇上我，只是点个头便走。今日远远瞧见，还特意迎上来，可见有要紧事。我要出征了。你不是随驾南巡吗2日前，缅兵突袭蒙跑。如今已逼近思谋，意图夺去12版纳。皇上下令，命我即刻出征，协助云贵总督作战。明日便要启程。这么突然，贵妃可借一步说话？你要小心和亲王。和亲王，数日前我与他大打出手，今日在朝廷上却不计前嫌，向皇上推荐了我。为何动手？袁崇望与和亲王私下会面，被我亲眼目睹。和亲王恼羞成怒，才会动用武力。我明白了。多谢你的提醒。傅恒大人，也祝你一路顺风，旗开得胜。还有什么事吗？这些年，大战小战，哪一次不是大获全胜啊？人人都说你是福将，皇上也是赞叹不已。这一次，当然不会例外。我等着你旗开得胜的好消息。
谢谢你相信我。璎珞，珍重。小玄子，娘娘，即刻取令牌出宫，替我查一个人。娘娘，3日后就要南巡了，奴才现在离开，这恐怕就赶不上伺候了。查到了消息，你再一路赶来。对外只说家人重病，我许你回家探亲。这。主子，该去赴宴了。一时相逢花影乱，往日片片真情入耳眠。与君初心遥许，夜相伴，凭相思爱，寒夜漫漫。怎道情深却缘浅，心锁身停流光难回望。他人独我红妆，枕畔温暖，转身窥探，泪湿襟衫。可知谁还贪恋这一世缱绻？几多情终化作痴缠。若是别离，斩断牵绊，梦深处相望亦难。可知谁还贪恋这情深意重？人心虚，翻涌于梦中，荣华安生，死亡苦痛，梦醒时。